通通把它改成淘宝劳改新，到底行不行？你跟淘宝两边做个比较，看一下这淘宝价钱到底有多便宜。零件这买起来这太便宜了，很多都不敢淘宝。品质到底好不好？70分给过哈，给过。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最近啊，其实可能是装劳改新装太多了，天天都有。我们认为应该是要让节目做一个区隔。现在开始，我们把这个劳改新的影片啊，我们通通把它改成淘宝劳改新，到底行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技术活嘛，一些开发、设计、研发。那这次呢，我们现在着重在组装，特别在组装跟修改。原厂跟淘宝两边做个比较，好让消费者可以知道说，原厂如果这样要升级多少钱呢？那淘宝便宜的话，买回来多少钱？可是呢，你不要以为买的便宜东西就一定是好东西。大家从淘宝买东西的经验啊，其实不光是我们个人，连中国在地的朋友很多都不敢淘宝。上面拿到的东西哦，虽然价格很低，但是不见它质量是可以的。你东西如果便宜，后面都很差，其实在照片也是看不出来的。做一个这样的全新的单元，我看是不是效果还可以？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针对这一类的劳改新做分析，让大家知道说，买这东西到底会不会踩雷？那如果买到了不好的东西呢，可不可以做一个拯救、修复啊，或者是修改，让这东西变得更完美？我们现在好。我们就从这一次的主角开始讲。车型啊是一个 Lexus 的车，这个车主找我们的这个车 CT200在这边哈。10年开始哦，一路到18年就是末代，没有再更新了。客户嘞其实就是最前期的10年的车，而现在10年的车中古车价嘞，目前我们这样看哦，大概从39万。到18年 F Sport 的是大概卖价是在80万到82万，也就是其实价差大概40万，事实上是不高啦。CT 这台车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省油的小车，价格呢本身就不高，但是 Lexus 非常的保值哦，11年的到现在还有40万，其实算是非常保值的。先让大家先认一下，11年的车大概长这样子，非常的素，在路上都看得到。后保杆呢也是一样非常的素哈，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的目标假想敌是什么呢？新款就看起来就不一样多了，新款多了这个面罩，水箱罩变大，大灯呢变成有个 Nike 的大灯。保杆最大的差异呢，就是多了一个这个面罩下巴，还有这个尾灯呢比较倒出去以后，整个尾翼是往外倒凸出来的，这个特征。上面还有附加一只小尾翼。我们了解完了车价部分呢，第二个部分呢，了解套件的价格。照正常的行情来看啊，如果 CT 是以旧款改新款，照原厂的头灯大概一对啊，应该要来个8万跑不掉。前保照以往经验，水箱罩大概3万多块，前保外蒙皮1万8，加上烤漆再加个1万5，那也14万了，是不是？对。车尾大概也要6万，基本上我是不太相信有人要这样做了啦。以现在目前的车价几率不高。原厂大灯加水箱罩加前保加烤漆安装约14万，原厂尾灯加原厂后保加烤漆安装约6万，原厂合计大约20万。我们所以这次把火力也集中在讨论这个淘宝的东西。现在利用网络，大家只要上网一查就可以查到相关资讯。我们来看一下这淘宝价钱到底有多便宜。这个车头加车尾的整个总成啊，前后保杆大概才2万块，就是所有的配件加起来大概才2万块台币了。太扯了。这个买回来当然还有关费跟运税，那个我们另外算。这大灯大概是1万2台币，这零件真买起来这太便宜了。尾灯呢差不多2万块左右，淘宝整套东西装起来差不多10万块可以拿死，全套。前后保2万，大灯1万2千，尾灯加中尾翼2万，上尾翼6000，运费关税加烤漆安装，完工价10万有找，10万有找，10万有找，20万跟10万块是不是就很大的价差？客人这次呢自己把这办回来了，客人买回来希望我们做安装，是不是？正好我也非常有兴趣，我们看这一集的 Lexus 淘宝货。品质到底好不好？而且我们这次验收呢，代替客户用放大镜来检视。其实东西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没有关系。反正呢，不好在我们家，我们应该也有招啦。好，那我们就看看自己做成什么样子。走。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哥。我们今天看一下现场，今天要改的车是什么车？2011年的 CT200。Lexus 里面小型车算是非常省油，价格算是也蛮容易入手的，入门级的省油小车，都是油电款的。车的大小蛮适合在都会里面做一般的停车啊，或者是什么都非常方便，销量一直都非常好。我们今天劳改新我们今天一样是要来劳改新，看一下我们准备套件哪里。噔，现在准备东西呢，就是将2011的 CT200直接升级成为2018年的F Sport 前保杆，其实这个样式就当然了，它已经改成14年样式了。我是觉得差不多啦，不过这个真的还是看得出来而且这个新的一定比较价值感。比较重要的地方在这个尾灯，来看一下，从平面做成立体，变成立体样式的，所以它上面的尾翼要跟着一起改装。整个后车尾包含了后面的翘臀，当然还有一个上尾翼，整套这样换装起来可以完全
变成新款的 CT， 完整度如何？走。又一台劳改新，看一下这台车呢，全车目前其实都中国制的劳改新的套件。这还是一代初期的一代的 CT 200H， 这是变装后的样子，完整的变装成 CT 最后一代末代北风北的18年的 F Sport 样式，所以这是看得到这个整个前保。多了这个面罩，这种造型，原厂的车头，光这个车头组加水箱罩，光是材料钱大概就要6万块。再加上烤漆跟安装如果是原厂车头，大概就要8万。这样比起来，其实中国这个车头其实成本这样算起来，可能不用2万块，所以这个价钱非常便宜。但是还是有缺点，我们来看一下当然，我个人是觉得这 CP 值其实已经非常高了，就是这个水箱罩的些微的公差啦，这边看得出来有些缝，还是你也拍不出来，其实不明显，对不对？那这边呢，看一下这个地方，这边的缝。看到了这边的密合度就差了一点点了，其他的地方问题不太大这个车头其实我觉得还行，分数还行啦。那这个大灯当然也是改过的，这个3眼灯保证是副厂的这也是中国制的。3眼型的灯呢，基本上是不太可以验车，可能在验车的时候要换回原本的灯回去验。好，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个车侧，不管是从新款一路到旧款都没有做特别的改变。我们来看一下后保的部分。改了这个新款样式的尾灯这面变成立体的，那尾翼呢也比较凸出来，这个就是18年最后末代样式，就是大概改到这边。然后尾翼也变比较长，这支尾翼是玻璃纤维材质做的，它的平整度差一点点，即便我们现在烤漆做得很漂亮当然跟原厂的是没办法比。不过玻璃纤维的尾翼真的价格是非常亲民的。这个地方应该原本要有一个雨刷喷水的，也取消了，因为做不出来，这个东西是没有。这个中尾翼直接换个外皮 ，F Sport 厚薄感一样，副厂件的公差，其实这组看起来不会到太差，但是它的缺点都是这个缝我们看一下这边我看看这边有没有这边的缝有看到一点点的缝的公差。当然我是觉得以 CT 目前的售价来讲，这个案子这样做还算蛮省钱的。让我觉得最看不下去的就是这个地方的缝，来看一下这边缝，这边缝偏大了。当然，原厂下面的缝也不小可是你看这个灯跟这地方确实是还有一段差异的，对不对？看得出来差一点点。整体上来讲表现不错如果是这个非常龟毛的客人，不要去挑战这个。大部分的客户看到这样，其实应该都还蛮可以教的。到底行不行呢？我觉得这一集呢还可以啦。给个分数吗？70分给过给过。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这个地方要挑剔一下的地方在这边，这边是确定比较大一点的，右边还好，左边真的比较大，大小缝有没有大小缝？看出来了吗？这个地方就差了一点了。对，当然这台车因为有点年纪了，这个门比较深、比较浅、比较深，漆本来就不是全车洗你要求一台10几年的车，漆状况这么好也不太容易。深的、浅的、深的，其实这个颜色就是会褪色的。中国的零件其实越来越普遍，而且老实讲，他们的价格已经降到真的现在是属于一个非常亲民，但是陷阱很多的一个状态。大家应该都认同，帮忙我们自己的台湾的朋友，让他们少踩一些坑。大家可以做一些交流，看看装好之后大概什么样子，花多少钱，划不划算？这里面的一些细节，大家能不能接受完整度好不好透过影片大家去分享一下，大家去讨论。谢谢大家观赏我们这次有新的一集淘宝还一次还没想好，太新了，淘宝劳改新到底行不行？谢谢大家观赏，谢谢，走。欢迎订阅加追踪装模作样实境 Vlog， 也记得按小铃铛，谢谢收看。